我觉得还是挺激动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就第一次参加竞拍嘛，真正去举牌，然后觉得当你举牌的时候，然后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看着你，然后大家给你鼓掌说，哦呀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，然后就觉得还挺兴奋的那个时候。对，挺新奇的一个感受，我们也是第一次参与这种活动。我们现在在哪儿呀？我们现在在一个电影院叫 Cinepolis， 是一个豪华高档电影院。OK， 那为什么我们要来这儿啊？今天，因为我们去参加了一个活动，然后赢得了一个奖品，赢得了一些电影票。OK， 就是我们之前参加过燕燕的学校主办的一个慈善拍卖活动，在那个拍卖活动里面呢，它有竞拍，然后还有一些所谓的叫 opportunity raffle ticket， 然后或者叫 opportunity drawing， 就是抽奖活动。它会有很多的所谓的 basket， 每个 basket 里面有不同的主题，有一些是电影票，有一些是 self care 的一些东西，有一些可能是去看什么棒球比赛的东西，就是不同的东西，然后你去买一些 tickets raffle ticket， 然后去投到不同的这些篮子里面，然后最后他会做一个有奖竞猜，不是有奖竞猜，是做一个抽奖环节。对，然后我们就中了其中一个。是的，里面有一些吃的巧克力啊什么的，然后还有几张电影票。是啊，所以我们也是为了体验一下这个所谓的豪华电影院是什么回事，就过来看一下。然后你就可以到电影院里面去，坐在那个椅子上面，然后可以去 order 去食物点餐，然后他会给你送到座椅上来，就可以在那边吃。对呀，我们当初是买了多少张这种 raffle ticket， 你还记得吧？应该是30块钱，然后它可以给你到你身高那么长的 raffle ticket， 大概有几十张吧。OK， 那我们是把这些票都怎么分配到不同的 basket 里边的？我们基本是把每一个 basket 里面至少都放了一张，然后最终我们中了一个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策略还是 work 的。挺好，非常好。我们这种慈善拍卖会的这种活动也参加过了，就2次吧。我们第一次没有参加竞拍，但是我们也参加了 raffle ticket 的这种抽奖，但是没中。这个第2次，结果我们就中了一个 raffle ticket， 然后我们还竞拍了一个画，我们还竞拍了一幅画。这一些画当中呢，就是由不同的班级，然后在他们的老师的带领下呢，都画了一幅这样的画。然后我们竞拍的那一幅画呢，就是我们家燕燕也参与了创作的那么一幅画，我们觉得挺有纪念意义的。然后最终的那个竞拍的价格呢，也在我们的 budget 以内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画给竞拍下来了。这幅画我们到底花了多少钱呢？最后面我们再会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好的，所以这个视频一定要看完的哦。那好吧，我们去看电影吧，时间快到了。What is that? It's the sarcasm! Sarcasm? Boy, are we so lucky we ran into you guys! Boy, are we so lucky we ran into you guys! 那我们的电影看完了，我们就继续聊一下我们的慈善拍卖活动吧。那这个慈善拍卖活动呢，就是燕燕的幼儿园组织的，目的就是为了幼儿园做慈善募捐。然后像文武说的，就是每个班级都会出一幅画，一幅艺术作品，然后基本就是老师带领所有的小孩一起来创作的，然后把这个画来拍卖。参加拍卖的基本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的家长，对，然后大多数都是说那个班级的家长去竞拍那个班级的那幅画，对，然后拿来的钱基本就是捐赠给学校，做他们的一些经费了。那我们的这个活动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它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。首先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创作好的这些画，把它展示出来，摆到那个大会场的一侧，
然后2侧吧，然后大家就先参观一下，完了以后，大家可能不同的家长，他会觉得哪一幅画很喜欢呢，那他可能心里面就已经有数了，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拍卖活动的开始。他这个拍卖活动就有一个拍卖员，然后他就在那叫价，比方说一开始底价可能就是100块，然后下面再加50块，有150，看有没有人啊，200有没有人，然后再250有没有人，然后上面价钱越来越高的时候呢，他加的那个数值就变得越来越少了。比方说300啊，然后325、350等等等等，看有没有人继续接着叫价，然后一直到最高的价格。然后确认比方说500第一次，500第二次，然后还是没有人加价的话，那他就500第3次，然后就 sold， 就这么一个过程。就虽然也不是特别的专业，但是整个过程感觉还挺好玩的。那我们呢也参与了这么一个过程，然后就举着那个牌子。你还记得你当时举牌子的感觉吗？我觉得还是挺激动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就第一次参加竞拍嘛，真正去举牌，然后觉得当你举牌的时候，然后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看着你，然后大家给你鼓掌说哦呀好样的好样的，然后就觉得还挺兴奋的那个时候。对，挺新奇的一个感受。我们也是第一次参与这种活动，挺好玩的。然后呢他就这个慈善拍卖，一幅画一幅画的拍卖，和还有很多的那个 basket 嘛，有抽奖的那个环节，他就交错进行，拍卖一幅画，然后抽一个奖品，然后再拍卖一幅画，再抽一个奖品，这样的一个过程。然后它会有一些小点心可以给大家吃，对，也可以喝点饮料啊或者酒啊之类的，就还一方面也是一个拍卖慈善活动，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一个社交的场合。基本上这些家长和老师啊，还有学校的那些 staff 啊，大家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认识和交流的一个机会。我们也是临时起意，最开始我们去的时候，那个人问我们要不要一个拍卖的牌子啊，我说拍卖的牌子不要了吧，然后刚开始没想拍，但是后来还是临时决定要拍卖了。对，因为觉得好像挺好玩的，再加上那个我们拍卖的那一幅画，就是燕燕，她其实也有，据她和据老师所说，她也是有参与的。然后我们问燕燕，你在上面画了什么颜色呀？她就会说红色的，就是红色的那一块，可能她有参与，她可能有那么一点印象。然后我们就觉得挺有纪念意义的，那就拍下来呗。对，而且呢，燕燕，我们是计划想让燕燕在这个幼儿园再待1年，然后但是明年还有一次机会，但是机会也不多嘛，就说还有最后2次机会，想这次尝试一下吧，然后也就抓住机会。而且我们家就是挺空的嘛，我们墙上都是空的，也需要一些艺术品来装饰一下，所以就买一幅画，而且就很有纪念意义，而且就很有谈资，回到家里面 OK 我们这幅画是从哪里来的，然后有哪些经历。对，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幅画，挺好的一个东西吧，摆在家里面。所以最后决定参与竞拍然后拍完了，最后的价格也没有超出我们的 budget， 所以最终我们就算是把这幅画给拍到了。对，总共是花了多少钱？总共花了是450块钱。他最后他说500块钱有没有人要？就是他是450块钱的时候我就举了牌，然后后来说500块钱有没有人要然后就没有人了，对，然后最后就卖给我们450块钱，被我们拍到了。是，耶。那说到燕燕的那个，说我们计划想带他，让燕燕再继续留在这里面1年，我们是怎么考虑的呢？我主要是觉得燕燕好像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进入一种状态，就是做一个正儿八经学生的状态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比方说坐在教室里面认认真真的在那做1节课的时间，然后听老师的指挥，听老师讲课学东西，他好像还没有能够做到这个程度。你让他安安静静的坐下来做1节课，现在简直就是一个无法想象的事情。虽然他已经比半年前已经有进步很多了，但是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欠缺。我们就怕他到时候直接进入小学以后，他做不到这一点，他就非常的 struggle。那我们就有点担心这个，再加上本来他就是他们班上年纪最小的一个，所以鉴于这些考量啊，然后我们就准备让他在现在的这个preschool 再多待1年，看他是不是到时候能不能准备得更好。
然后我们再让他比较顺利的进入到小学，就是 kindergarten， 这样的话就他也会更顺利一点呢，我们也会更顺心一点。对，就是燕燕呢，原则上来讲，它可以下一年今年秋天就可以到公立学校的我们叫 transitional kindergarten， 就是幼儿园的中班。如果我们愿意的话，今年秋天就可以把它送到公立幼儿园的中班。但是那个公立幼儿园的中班呢，是最近这2年才开始的。正常来讲，之前呢，幼儿园小学附属的幼儿园就只有1个年级，那幼儿园基本都是为小学准备的。那更多的，虽然可能它也有一些活动啊，动手的一些活动啊，但是更多的还是说像学校一样，坐在教室里面听老师讲课。然后那虽然多了1年这个中班，我觉得它可能也会有很大成分的，就坐在那儿需要听老师讲课，集体活动会有很多。那就像文武说的，我们觉得燕燕好像还是没怎么准备好，因为老师经常在现在这个 preschool 这个幼儿园，老师经常也会发一些视频给我们，我们会看到老师在前面有一些视频，老师在前面就给大家读书嘛，然后下面有很多小朋友去讨论举手回答问题。我觉得半年前好像几乎看不到燕燕回答问题，对，燕燕通常都是要么是被一个老师抱在怀里面，她不得不坐在那儿，要不然就是在所有的小朋友后面自己在那玩玩具、玩卡车什么的。最近这半年开始，看到燕燕开始举手回答问题了。对，她能够坐在那儿坐一小会儿了。对，就是慢慢的看到她的成长，但是总体来讲，觉得还是给同班的其他同学比，感觉还是因为她最小嘛。对，所以好像的确像文武说的，有一点没准备好，所以让她去上公立幼儿园的这种中班，我们还是觉得有点担心，所以就想也咨询了老师的建议，老师说也建议说让她在这边再多待1年。对，所以就想让她在现在的这个 preschool 再多待1年，然后明年再去上公立学校。那到时候呢，在上公立学校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有2个选择，一个是说让他去上中班，让他直接去上这个大班，还是说让他在这个中班再上1年。如果让他在中班的话，他就是他这个班级里面最大的；如果上 kindergarten 就是班级里面最小的。对，到时候又面临一个选择，再看情况吧。还有1年，我相信这1年应该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的。到时候我们再做评估吧。对，到时候我们再考虑。那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。然后我们就看了一个电影，叫 If Imaginary Friends。我其实我想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一部电影。刚开始看的时候，这一部电影显得还挺有点无聊，然后只要你静下心来慢慢去看的话，后面还是挺感动的。有一个场景我觉得非常的感动，就是她那个女主角是个小女孩啊，11、12岁的小女孩，她奶奶她就提醒她奶奶小时候的一个跳舞的梦想，然后她奶奶就听到她小时候的那个跳舞的那个曲子以后，然后闻曲而舞，就在窗台前在那回想起她小时候的一些跳舞的那种感觉，然后那个场面让我就觉得挺感动的。对，我也觉得非常感动，有点让人想哭的感觉。对呀，就让你回想起其实我小时候其实也是有梦想、有追求、有很多甜蜜的回忆的，只是因为人长大了以后，进入社会以后啊，你忘记掉了以前的那些美好的回忆，然后那整个人可能人长大了以后嘛，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呀，很多可能痛苦啊，或者挣扎呀，生活的不愉快呀等等。其实仔细深入到自己的小时候的回忆当中，会有很多甜蜜的回忆的。他就有这么一个场景，我就觉得挺感动的。然后后面也有一些类似的了，但是就这第一个场景让我觉得最感动，是整个电影当中的最高潮，我觉得。OK， 然后整个电影院呢，就 Cinepolis 我觉得也挺好的吧，就可以在座位上，然后去点餐然后今天是我们包场了，前面还有一个人，在角落里面有一个人。就我们3个人，但是他就坐在角落里面，感觉整个电影院就我们2个人在看电影一样。那好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。 OK， 那就这样吧，拜拜拜。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视频，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，请您点赞、
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欢迎订阅，这样 YouTube 算法就会把我们的视频和频道推荐给更多的观众。您的点赞和关注，我们全家都表示衷心衷心的感谢感谢。耶！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